无畏曲折迷离 ，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从20世纪20年代，人类发明飞机以来，才陆续的有人发现原来我们地球上存在着很多人造的巨型地理图案。这些图案不仅需要在天上才能看到，有的还需要通过特殊的仪器才可以拍摄下来。据研究人员透露，那些巨型图案至少有着几千年的历史。那这就奇怪了。古人们为何要创作这些连自己都看不到的图案呢？它们真的是人类创作的吗？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位于智利的巨人像。这个巨人像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的西侧，长约120米。一些研究学者估计它至少有着1万年的历史，大家称之为阿塔卡马巨人。而类似的巨型图案在这片沙漠中居然有多达500多个，总共占地面积达到了15000平方公里之大。研究学者们认为，这些图案反映了早期的印加文明和南美洲早期的基督教文化，大部分的历史在1000多年。其中最古老的图案居然有上万年的历史，这说明创作这些类似图案的跨度竟然有9000年之久。所以它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个谜。而最令人惊讶的不是这个阿塔卡马巨人悠久的历史，而是其在几何上拥有的惊人的对称性。我们可以看到，这巨人有些奇怪的水平线和垂直线从它的头部伸出。在天文学家看来，这图的每一部分都有着天文目的，它标志着每年月亮的不同周期。而对于当地的年长者来说，这个巨人实际上代表着神圣的空间。当地人认为，如果你站在这巨型图案之中，就可以和位于天上的神交流。当然，关于这个说法，可能要亲自体验过的人才能知道了。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算是在现在，要想制作出这样对称的巨型图案，都是需要非常严谨的规划的。我们现在可是有各种各样的仪器能够帮助我们，可是在1万多年前，古人在地面上开始挖掘时是无法看到准确的比例的，而只有从天上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尽管这阿塔卡马巨人非同寻常，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因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类似的巨型图画。比如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位于沙漠中的小城叫布莱斯，在这里人们也发现了300多个巨型的地理画像。奇怪的是，当地人总是在形成于12000多年前的湖泊旁发现它们。在2018年4月，研究员大卫·查尔德雷斯去到了布莱斯城，与当地的奇马瓦维部落的长老会面。这位长老名叫菲戈罗亚，当地人都称他为巨画的守护者。据长老介绍，如果你只是在陆地上行走，你根本不会知道自己走在什么东西上，而是要用到无人机飞到天上才能看得清楚。长老通过无人机给大家展示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图案，比如这个呈现 U 型的美洲虎，它与北斗七星正好对上。当地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想借此来让后人理解他们的来历，所以创造了这些图像，并将它们与星座对齐。还有一个被阿兹特克人奉为生育神的可可佩利，以及被称为西西米特尔的星座之神，也能在这些巨型图案中找到。长老说，在古老的阿兹特克文化中，相传有神一般的外星生物曾在这里从天而降，他们教予了当地人各种知识，所以后来阿兹特克人为了纪念创造他们的神，也为了再次和他们取得联系，而创作了这些巨型图画给天上的神看。因此，处在大地上的他们是很难看清楚的。那有没有可能，这些不可思议的巨型图案是古人记录的外星生物呢？更有研究学者指出，这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制作的，因为要制作几百幅巨型图画，跨度达到几千甚至上万平方公里之大，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飞机的帮助，是根本无法做到的。
那几千上万年前的人类是如何飞上天的呢？难道有着外星科技的帮助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图案就更夸张了，因为没有现代仪器的帮助，我们用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2017年12月，在位于秘鲁的帕尔帕城，研究人员准备使用最先进的无人机加上高分辨率相机拍摄著名的纳斯卡板块。可令研究人员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发现了几十个以前从未见过的额外的巨型图案。关于著名的纳斯卡线条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飞机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天书。这次研究人员用到了新的技术，居然搜索到了人类肉眼根本无法注意到的东西，甚至在飞机上也无法看到。其中包括一条巨大的蛇和一条巨大的鱼。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些图案创作于纳斯卡线条之前，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年甚至更早的时期。那就表明不仅仅是像主流科学界说的那样，是纳斯卡人创造了这些肖像和线条，其实还有更多的文化部落在3000多年前也制作了这样的巨型图案。近年来多亏了现代技术，尤其是卫星照片，我们才能发现我们之前完全不知道的神奇图案。有趣的是，所有的这些巨型图案都指向天空，这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的许多土石堆砌而成的图案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才被人类发现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开始使用飞机，所有这些都是在飞机升空之后才被揭示出来的。大多数的巨型图案只有从天上看才具有意义，因此人们似乎是做出来给非人类看的。当现在具有传奇色彩的秘鲁纳斯卡线条在1927年首次被发现时，人们曾认为这是一种当地人的习俗，是一种秘鲁才有的独特的现象。但现在在卫星的帮助下，我们发现其实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巨型图案，比如在哈萨克斯坦，在美国西南部，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还有在玻利维亚、英国、中东，成千上万的巨型图案正在陆续的被发现。但问题是，为什么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古人都制作了只能从天上才能看到的巨型图像呢？还有我们曾经聊过的一些锁孔形的巨型图案，是在2004年业余考古学家阿尔塞德博士在沙特阿拉伯最大的火山旁偶然发现的。这些看起来像是石墙的东西，平均只有90厘米高。从他当时在场的研究认为，这些石墙根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目的。直到4年后，他获得了同一地区的卫星照片，才让他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石墙拼凑出了巨型的图案，必须从天上才能看出来，而且这些图案有好几百个，并且绵延了数百公里，一直从沙特阿拉伯延伸到了约旦和叙利亚。尽管没有记录表明这些图案是何时建造的，谁建造的，又是为何而建，但主流考古学家认为，这些石墙是为了围捕当地盛产的一种叫瞪羚而建造的围栏。可真的是为狩猎而建造的吗？有人说，这瞪羚可以跳到3米高，而这些墙只有90厘米高，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用来围捕瞪羚的。而且它们只能从天上才能看到全图，所以应该有着别的用途吧。当然，我们还不确定古代的人们曾试图通过这些巨型图案到底想要交流什么。要知道，要制作这些巨型的图像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甚至要动用整个部落的人才能建成，还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所以这也是奇怪的地方，那几千年前的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用来收集食物，也不是用来保卫家园，更不是用来照顾孩子，而是花大量的时间去制作这些巨型图案。那只能说明这些图对于他们来说十分的重要。更有研究学者大胆的推测说，这些图案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创作的，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图，虽然制作于几千年前，却与星座完美的重合。试问，古时候的人类如何能够做到呢？
在位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神田山上，人们发现了一个人工建造的山丘，它长约85米，宽45米，被人们称为宇宙蛋。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是这独一无二的人造山丘，而是山丘上的图案。一个由多国研究成员组成的团队，结合了多种科学方法，对其进行了各种次生、超声的研究，最后居然发现它上面的符号和天上的仙后座竟然完美的重合。有人认为这宇宙蛋和成千上万的巨型地理图案一样，制作者的目的很可能是在传达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身在其中的人类根本就看不到，而需要借助飞机或者是卫星才能发现其中的奥秘。还有人说这必然是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才能在几千年前创作出这样的图案。难道是一批来自于仙后座的外星人在地球上创作的图案吗？有研究学者认为，这必定不是人类所为，因为火星上也发现了人工巨型图案。2002年，塞多尼亚研究所的一名成员在火星的阿尔古瑞盆地地区发现了一个酷似鹦鹉的巨型图案。其实，相信大部分人和我一样觉得这怎么看都像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这卫星图在经过了2名地质学家和3名兽医的检查后，居然都一致认为这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在这3名兽医中，还有一位是专门研究鸟类的专家，他肯定地说，这个鹦鹉图案居然在解剖学上有超过17个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完全符合一只真正的鹦鹉的比例。那这是否说明外星生物在几千年前不仅在地球上留下了各种巨型图案，而且还在火星上也留下了记号呢？难道是同一批外星人所为吗？很多研究学者相信，世界各地陆续发现的巨型图案不仅仅是外星人在几千年前来过的证据，更是一种语言，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正在等待着人类的破译。不知道你能从中看出什么样的信息呢？